那么这个驱逐舰它自己的身份其实是现在比亚迪海洋网的第一款轿车，同时也是军舰系列的第一款车型，所以它是这么一个身份。由于它的这个定位其实比汉的 DMI 要低一个级别嘛，所以其实它的价位也下放到大概10到15万这个区间，所以是非常的受关注。因为这个区间历来就是大家最重视的紧凑级的轿车这么一个区域，它不仅要和这种插混的车型竞争，还要和传统的比如说像丰田啊、本田啊他们的混动车型竞争，也包括很多合资品牌的纯燃油车竞争，因为都在这个级别。那么具体表现怎么样，就看我们接下来的视频。驱逐舰05的整个外观轮廓其实和比亚迪的有些车是比较相似的。那么具体的细节部分，从车头开始，其实车头可以分成上下2个部分，上部分是 OK 的，比如说2个大灯组，中间带了一个贯穿式的灯带，整个连为了一个整体，非常协调。但是如果你分到下半部分，就是这个中网的这一片，我个人认为啊是比较复杂的。就它虽然全都是横的这种线条，但是光是横线条就有3种，看起来造型呢就不够简洁，非常的复杂。当然呢，我也请教了设计师，设计师跟我讲的，因为它是这个军舰系列，军舰系列就意味着，比如说它如果是一个轮船或者军舰开过的时候，这个海洋两边就溅起了浪花，这个浪花就是两边这种点阵式的这种造型，大概有这种寓意，所以可能有些人还是喜欢啊，仅是我个人观点，我认为下边比较复杂。好，咱们来到侧面，其实侧面的轮廓，我认为车顶特别的高，这样显得呢车的侧面特别的厚就意味着。有些人可能看到这个车，以为它是一个 EV， 一个纯电车，因为底板可能会装很厚的电池，然而并不是，它目前就是一个 DMI。那么侧面配置还是比较丰富的，光是解锁就有3种，比如说遥控钥匙，然后蓝牙钥匙，然后 NFC 的进场的感应解锁。其实这个非常好，因为我现在出门越来越讨厌揣钥匙了，如果车可以不揣钥匙开的话，真的是很方便的一个事情。那么轮胎比较奇怪的是，我查了一下这个配置，入门款是225的胎宽，然后其他所有的款型都是215的胎宽，就更窄，但轮圈变大了，17寸的圈，入门款是16寸的圈，所以它这个升级，照理说，如果轮胎越宽的话呢，可能大家认为那个才是升级嘛，但它是高的这个配置，它轮胎要窄一些，所以这个问题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咱们接着往车尾走，这个地方有一个充电口，这个是120公里续航版本的，所以它有快充及慢充，并且呢，它还提供对外供电这么一个功能。如果是55公里的那个版本，就只有慢充没有快充。好，来到车尾，其实车尾比车头我认为要和谐很多。首先，这个灯就很和谐，两边的灯加上中间一个贯穿式的灯带，和前边的灯是呼应上的。保险杠下边有个黑色的装饰板，这个装饰板上还是有横线条，但是因为它是黑色的，所以呢没有那么的明显，看起来整个还是比较协调的。来到驱逐舰05的车里，其实你坐进来你会发现，在很多地方，不管是看上去还是摸上去，都会比尤其是同级别的日系的对手，它的用料要实在一些，你就感觉它用料成本应该要高一些。另外在氛围上，其实因为它用了一些不同的颜色做点缀，比如说空调出风口有红色的一圈，包括座椅上也有红色的线条，你感觉要年轻一点，要活泼一点，是这种氛围。那么具体到一些细节部分，比如说2个屏，这个就比比亚迪的那个秦 Plus DMI 要整个升级了，都要大一些。驾驶员仪表终于从那个特别小的屏幕变成了一个更大的屏幕，而这个屏幕里面显示的信息就比较多，可以同时显示，比如说动力流啊，以及这个主动巡航那些不同的信息都可以同时显示。而中间这个屏幕当然也是比亚迪一直都标志性的一个屏幕，可以横竖2个方向。只不过今天呢，我发现这个巨大的屏幕，当你竖着的时候，有时候你在开车的时候有点挡视线，因为它确实太高了，所以其实你不一定需要选到顶配最大的这种屏幕，选到一个中间配置，稍微小一点，你横竖基本上对视线没有那么多的影响。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就是这个地方的档位，可以看到是一个旋转式的旋钮换挡，并且这个旋钮换挡有一个做得很好的地方，就是它往两边一个 D 档一个 R 档，就是前进和后退的时候，你一旋可以拧到底，然后就拧不动了。但是有好多车在做旋钮换挡的时候，它是一直可以往一边拧，你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拧到头，所以你得看一下到底有没有打到那个档。如果没有的话，其实那个就没法盲操作。而这个只要打到底，就是要么就是前进档，要么后退，所以这个盲操作也可以的旋钮换挡。那么
和这个秦 Plus DM-i 有一些地方的区别是在于它的按钮排布还是有变化，比如说中央通道上这些按钮和秦 Plus DM-i 是有区别的，包括方向盘上的多功能按钮也有一些排布的区别。好，基本上在硬件上有这些它自己的特点。那么这个座位可以表扬一下，异常的舒服，不管是软硬还是这个海绵还是整个包裹，我觉得都是非常适中的一种这种设计。那么我还是量一下空间，已经降到了最低，我的驾驶位，头部离顶棚刚刚好有1拳。后排这个座椅依然是非常的舒服，不管是软硬还是角度，包括坐垫的长度，基本上找不到什么毛病。我认为这个座椅其实真的，你论舒适度的话，比好多比它贵的车都还要舒服。那么空间的表现，我的腿离前排的靠背2拳有多，不到3拳，头顶离这个顶棚大概是4指这么一个距离，所以其实这个外观你看到车顶是比较高的，那么其实对内部的空间确实还是有一些帮助。因为哪怕它有一些的溜背的造型，但是后排头顶基本上的空间还是拿够了。配置层面，后排有2个空调出风口，有2个 USB-A 口的充电口。地板可以说一下，这个地板几乎是纯平，虽然它还是有一些隆起，但是这个幅度非常的低，你的脚没法这么竖着放，但是横着放其实还是可以的。所以如果中间真的要坐人的话，应急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驱逐舰05的这套混动的动力总成，开起来真的是异常的舒服。你感觉到它把比亚迪整个 DM-i 的这些技术优势全都发挥出来了。你开起来的时候会认为它的出力非常的柔顺，非常的润滑。就是你在有变速的行驶的时候，比如说减速再加速，这种动力的衔接其实中间没有任何的断点，就像你在开一个 EV 一样。整个过程很平缓的下来，然后再上去，下来上去。所以其实开这个车真的，你可以忘掉以前的这种油车带给你的任何的那种动力上的烦恼，比如说一些突兀的加速呀，有些减速的时候的那些拉扯感、那些顿挫，它都没有。另外就是它的动力的大小，其实我试了一下加速，在比较慢速、中低速的区间，在城里边开的时候，加速是非常饱满的，就是绝对很提神，你要超车是很轻松的一个事情。而到了高速上，我试了一下。到了可能有110公里的时候，你再加速到120，那个时候，它渐渐的开始接近一个自然吸气，比如说这个是1.5排量，这种排量发动机可能比它稍微强1.2、1.6左右的那种加速，但是它在低速的时候，它加速是大于这个1.5、1.6升自然吸气发动机的这种动力的大小，所以其实它的比例应该是在越低的速度，它加速给你的感觉是越强。到了快速越高的速度，它的动力开始渐渐的开始下降，但其实那种提速的分量也是完全足够了。另外就是这个动力的噪音，其实它发动机在开始起机以后，包括整个介入的过程，我认为如果你要拿来和丰田对应的这种混动车型相比的话，它发动机的动静是要更小一些的。所以其实你开起来，我认为可以忘掉了丰田那一套混动了。在很多方面其实它都已经做得非常好了。那么底盘方面呢，其实我感觉路面的这种震动传递的稍微直接了一点，不管是大小颠簸、圆润的颠簸还是比较尖的，比如说路面破碎那种传递，都是比较清晰的来到车身上，以至于来到了座位上。所以这一点我觉得单论舒适度呢，稍微有一点点欠缺，但基本上还是这个级别平均的水平。但是如果你结合到了动力那个巨大的优势以后，你就会觉得整个车的动态表现还是非常可以的，因为动力实在是太出彩了。所以这个车如果你整个动态一开起来，你就觉得因为这个动力让你忘掉了其他所有的一些小的瑕疵，也是非常愿意开的，而且也很舒适的。这个驱逐舰05我们也开完了，可以做一个小的总结。其实这个车我感觉是在保证了驾驶感受的同时，它的油耗也有保证，所以其实你就算给它当成一个纯燃油车来开，永远不充电，使用成本也是非常低的。所以现在其实我们的后台有网友在问就是我到底是选低里程的还是高里程的，就是55还是120的。其实我觉得这个要分2个方向来看，就是如果你的家里没有充电桩的条件，那你毫不犹豫就选一个低里程的55，因为第一你可以节约对应的这个配置2万块钱购车成本。
另外就是反正你加油的话，其实成本也很低，所以低里程完全 OK。那么如果你是家里边有充电桩，并且呢你平时使用可能是上下班通勤比较多的话，城里边用的比较多，稍微可能有一些计划外的一些其他路线，那么120公里的这个里程纯电的话，其实可能也够了。所以如果你家里有装，选个120的，可以保证你平时基本上纯电行驶，那么那个样子使用成本更加的低，而且就算你使用油的话，其实成本也高不到哪儿去。所以那个情况呢，你就选个120的。OK，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试驾驱逐舰05。